大家平安，我是高雄长庚医院龚家德。疫情开始进入另一个新的阶段，世界大流行开始要进入高峰期，国内也有社区化的可能，所以我们要对进入减灾期未来可能会遇到的情境要预做准备，包括可能在院内发生武汉肺炎确定病例的应变处置。所以我们规划了院内发生武汉肺炎确定病例的应变桌上演练。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这次演练的内容，也请大家指导。那我们参考的依据是根据 CDC 公告的医院因应院内发生 COVID-19 武汉肺炎确定病例的应变处置建议。我们设定的情境，在内科病房，我们选择某一位病人作为 index patient， 然后再实际依据当时医院的状况来及时进行疫情调查以及相关应变作业的桌上演练。不过我们还是强调，这是本院依据我们医院现场的状况以及 CDC 处置原则所设想出来的应变作业。那考量医院如果发生群聚事件时，可能会有多样性的情境，各个医院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状况以及限制，还是需要依照医院辖属传染病防治医疗网的区指挥官的裁示来进行处理。这个是这一次的报告大纲，包括情境描述、个案的资料、疫情调查以及危机处理应变与感染管制的措施。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演练。情境描述，大家可以依照各自医院的规模、区域、空间分区来规划院内分流、分仓的原则，然后划分出负压隔离的红区，以及专注肺炎专区的黄区，以及其他的绿区。这次我们模拟的病人是发生在绿区的内科病房，没有明确的旅游接触史，一开始也没有呼吸道的症状，由急诊入院，直到住院的第5天才确诊武汉肺炎，并且感染病房的护理人员。这个是个案的资料，70岁女性，3月4号到急诊，因为血糖控制不佳，下肢的蜂窝性组织炎收治住院，在20小时后入住到10基的内科3人病房。3月9日，在病人有咳嗽发烧，那胸部 X 光又发现新的右下叶肺叶的浸润，这是一个新诊断的肺炎。因为担心武汉肺炎，我们就在同日采检，那也呈现阳性，所以这是我们的指标病人以及指标病房。个案的家庭资料，先生是司机，病人跟先生同住，2位女儿没有跟病人同住，那3位家人目前都没有症状。我们归纳病人的就医整个的流程以及他所经过的地点，包括在急诊、急诊的 X 光室、急诊的观察室、10基病房，以及后面有做复健到复健科。那检验的报告呈现阳性后，我们就开始启动我们的应变机制。那接下来报告我们的应变处置。院内本来就有指挥中心，那就开始启动紧急应变作业，包括在确认工作的组别及分工，由院长担任应变中心的指挥官，并且由感染科医师担任安全官，明确的指派工作组别以及相关的权责范围，并且确实掌控。首先是感染管制组及医护组的作业报告。感染管制组就是我们的计划组，感染管制组是由负责感控的副院长、感控医师、护理师以及医检师所组成，主要做院内的疫情监控、感染管制措施的规划以及稽核。医护组是由临床科、护理部、检验医学科、放射诊断科、呼吸治疗科所组成，负责各类人力的需求、出勤管理以及临床业务的执行。在这里也特别提醒，这是大家目前在减灾期积极在推动的，就是包括在医院空间的分区、病人的分流以及人员分仓的作业原则。从大楼的分栋、作业区依危险等级做红、黄、绿区的分区，到人员依照工作属性以及专科照护的特性，还有照护人员日常作息的分仓作业，一层一层的做到分仓管理。这个当然很不容易，但是唯有如此，在当院内发生武汉肺炎确定病例的时候，才有可能将伤害降到最低。即使在进行病人疏散作业时，
也最好能够依据这样的原则来进行。根据 CDC 医院因应院内发生 COVID-19 武汉肺炎确定病例之应变处置作业流程的建议，在这里我们也帮大家整理出几个重要的原则，让大家来做依循。当院内接触者或是风险对象经采检过后，成为确定病例的累计人数大于或等于2人时，要采取几个重要措施，包括扩大采检、关闭病房、环境清消以及做健康监测，而且要规划专属收治病房作为指定病房，供指标病房的病人的转出做安置。在这里，我们也列出了几个重要的应变处理。第一个是在疫情调查的部分，包括指标个案以及陪病者、病人的院内活动收集，以及要匡列与指标个案的接触者。那匡列的时段，它的定义是指从急诊的到院日到武汉肺炎的确诊日。我们要去做的疫调的指标对象，依照 CDC 的处置建议，会分为2类，一类叫做接触者，另外一类叫做风险对象。所谓的接触者的对象的定义，是在没有适当防护下，2公尺内近距离接触指标个案者，或是与指标个案是同病逝的病人。那风险对象的定义是指曾经和未被隔离的确定病例同一个时段待在指标病房的常驻工作人员或是在院的病人。那第二个重点是跟指标个案接触者的防疫隔离处置，内容就包括检体的采集、住院以及居家隔离安置。CDC 的处置建议也提到，应该要开设专责病房，专门收治全院通报以及确定的病例。原则上，通报病例与确定病例应该要分别有其专属的收治病房，但是如果真的病房有限，才可以考虑共同收治于同一个病房。那专责病房应该尽量避免临近免疫力不足的病人的病房，像肿瘤科病房等。那人员物资的出入动线规划也应该跟其他的病房有所区隔。工作人员在指定的工作区段内，不应该再支援其他病房或跨区段的照护，也应该考量工作人员在该类病房工作时的体力跟负荷。第3是病室病房区的环境清消处理，这个就是严慕用院长一直很强调的 Formal Transmission 的处理。被污染的病房务必要做到彻底的清消，才可以重新再启动。另外，也要以最短的距离移动可能的感染病人。第4个是员工及病人、陪病者的关怀与支持。这次的疫情持续已经超过上次 SARS 的时间，而且疫情会持续多久都还是未知数。各医院一定要开始做员工的关怀计划。以下我们就根据这4个重点来做一个说明。在疫情部分，我们先收集个案以及陪病者在院内的所有足迹，包括病人及病夫、案夫，就是他的陪病者，在住院期间有佩戴外科口罩。那病人在住院期间也大多卧床，个案是在3月9号早上到美容院洗头。那先生偶尔会搭乘电梯前往医院设置的超商或是商店街购物，或是到病房茶水间、无物间、交易厅等公共区域。那依据 CDC 的建议的武汉肺炎指标个案接触者的追踪原则，内容主要是分3个大的区块，包括医疗照护的工作人员，第2个是病人，那第3个是访客，都要做追踪。那要做的业务有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包括要做疫调、要造册，这些有没有防护，那症状的评估以及是否需要隔离等。这里特别要提醒的是，有没有病人的这个接触者已经出院，或是转到其他的病室，或是转到其他的医院，这个是比较容易漏掉的族群，我们要特别小心。以这个个案来说，要匡列
与指标个案接触者包括，曾经与确定的病例在没有适当防护下2公尺近距离接触的医疗照护人员，以及同病室或是同病房内所有的病人以及其他跟病例有直接接触者，就像这些陪病的人。那我们匡列的时段是由3月4号到3月9号，也特别还包括现在在住院中或是以及出院的病人。再来，我们提到医疗人员接触者他的处置跟裁剪。首先是确诊的护理师立即要转专责的负压隔离病房。那接下来被列为高风险接触的对象的员工，包括医护、书记、清洁人员，这些全部都要停止上班，而且先进行采检一次，采检阳性，马上进入专责负压隔离病房。那采检阴性，则采取居家隔离。在居家隔离期间，如果有症状的，就要依照通报病例办理。被通报的人，如果经过2次采检阴性，可以出院的时候，仍应该持续居家隔离，停止上班到发病次日起14天，隔离期满后再采检一次，结果阴性才可返回上班。这个是我们匡列医疗人员接触者他的装备的情形。我们要列出相关接触人员正常需要他的防护的标准装备。那进入匡列的原则，包括说跟指标个案在没有适当防护下2公尺近距离接触的人员，包括所有这些没有佩戴 N95 口罩、手套等，这些就是会被我们列为可能的感染对象。接下来是匡列院内工作人员接触者的表单，那我们会列出各个单位的可能的这个接触者的这个数量，这就是用这个表单来做呈现。那接下来是病人跟陪病者，还有接触者他的处置跟裁剪。首先是指标个案，同病室隔壁床的病人立即要转专责负压隔离病房。接下来被列为高风险接触对象的病人，包含陪病者，全部都要进行采检一次。如果采检阳性，马上进入专责负压隔离病房。那采检阴性可以分2种状况，一种是病情稳定可以出院的，那第2种是还需要住院的病人。那基于床位的需求跟医疗照护能量的考量，病情稳定的可以出院的这些病人，我们会建议是可以出院进行居家隔离。那将病人造册会提供卫生局来做追踪。至于仍然需要住院的病人，则我们会帮他转到同一栋的另外一个病房，1人1室。以我们这次的演练，我们是清空同一楼层的另一个病房10F 作为转送安置的病房，我们要以最短的距离来安置原有的病人。那在空间分区方面，我们规划污染病房的同一个楼层，整层作为污染区。这个就是这一次演练的10楼，也就是我们规划的红区。那它的下一楼层9楼，我们会作为10F 病人要转下来的缓冲区，就是黄区，以及相对干净的区域的其他楼层，这个是绿区。那如果用来安置10F 的这些病床是不足的话，我们就会把病人暂时停留在实际就地隔离，等待这个彻底清消以后，再采取1人1病室的方法进行隔离。另外，在指标个案住院日到确诊前，在实际病房出现的病人，也会造册提供给卫生局做追踪。当然，这个也会因为医院的空间以及设施的不同，各个医院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移动方式。不过重点还是一样，是分区、分流、分舱，彻底清消，以及要以最短的距离来做移动，这几个重要的原则。还有就是在后送病房要有事先的预备，或是在紧急清空病床时的调度。
这个是我们这次演习很重要也是很困难的一个挑战。那至于到底是要封病房、封楼层或是封院，则是要依据院内疫情的严重程度以及实际医疗的需求，依照医院辖属传染病防治医疗网区管的这个指挥官来进行做裁示以及处理。好，这个是我们这次需要匡列的同区病室病房的病人还有陪病者的内容。那匡列与指标个案住院期间的所有病人，那现在人在住院中，包括同病室我们要转负压隔离病室来治疗，同病房的我们就是一人一室，那含陪病者要做隔离。那已经出院的，我们就交由卫生局来做召回。好，这是跟指标个案接触者需要匡列来做检体采检的这些人，包括第一个是在医疗人员，这是我们是根据他的个人防护装备是否足够来决定是否匡列，以及进行采检等后续处理。另外一类就是同病室的病人，包括陪病者以及同病房的病人，就是陪病人。住院中的病人需要匡列采检，已经出院的就是由卫生局来做追踪。那采检阳性的就立即办理住院，在负压隔离室进行治疗，就是我们的红区。再来就是院内员工接触者，他的居家隔离安置，可以返家居家隔离，或是可以在我们院方提供的住宿检疫所来进行居家隔离。在本院提供的检疫所有专属的进出的动线管制，也有专用的电梯分流，院方也会提供供餐，统一送餐。另外，我们也提供照顾病人的医护人员，他不想返家的一个住宿休息区。在宿舍的入口，我们会量测体温，并有专用电梯，并且设有员工的关怀机制。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指标个案的这个病室跟病房区的这个清消处理原则。那主要的重点当然就包括门禁管制、环境的裁剪、环境的清消、病房的净空，这些都需要有标准的作业规范。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先从环境清消开始做处理的时候，我们要很仔细的标出指标个案在院内它的所有的活动的足迹。这是以急诊做例子，包括从发烧的筛检到治疗区到观察区，接下来就会到这个指标个案在整个急诊的活动范围，那指标个案的邻近的床位，这些都要很详细的匡列出来。好，那在做环境采检时，在标出这个指标个案在院内的活动足迹跟范围后，就要标定重点需要检查以及清消的采检点。那就像我们下面的表所列的，这个请大家参考。好，在环境清消作业，我们是由训练完善的环管人员穿着防护衣来进行环境清消。那进行完成这个环境清消以后，我们一定要再进行环境的采检。那确定采检点都是阴性，才可以开始启用。那最后是员工及病人还有陪病者的关怀与支持。这是目前由本院的精神学部订定整个员工关怀的计划，并且由社福科及安全卫生组来协助做执行，定期提供我们同仁的关怀。那以上是这次演练的内容。最后我再做几个重要的原则提醒。第一个就是要立即将确定的感染者以及同病室的病人移入负压隔离治疗病房来做治疗。第二个是要进行疫调，然后追踪这些接触者还有风险的对象都要做照测。那第三个就是这些接触者的采检、风险对象的扩大采检，以及整个风险对象的健康监测，这个是要重要去做执行的。第四个就是在群聚发生的单位，在进行净空后，一定要进行所谓的中期清消。那我们的病人挪移至同一栋的另一个病房，而且要采取一人一室。第五点就是要有另外一组的支援人员进驻，
支援的人力进驻时，个人的防护装备一定要足够，也要考虑他们的这个休息及工作时间。第6个是一定要做彻底的环境清消。第7是员工关怀。以上报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忙，谢谢。